2023年年度红榜外线篇，我们直接开始 ，Let's go！ 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的第一款来自匹克的闪现3 Elite， 这一双鞋是我近几年里面穿过所有的匹克的篮球鞋当中最好穿的一双，外形出众，性能过硬，虽然好像热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真的非常值得购买。场地感出色，反应性拔群，鞋脚一体性优秀，整体锁定也做得非常棒。虽然身为一双超高帮的鞋款，但是在灵活性方面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全掌的 P-Zoom Plus 加上外部的轻弹框架，整体的穿着体验真的非常出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匹克就是没有把这一套中底配置用在其他的一些鞋款上，手上明明有好牌，就是不打出来，人家手里的牌都出完了，到时候你只有哭的份，真搞不懂匹克到底在想什么。不过在购买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否拥有一双修长的小腿。如果你的腿比较粗，穿这一双鞋一定不会太好看，甚至会显得腿更短。第二款安踏的狂潮5 Pro， 作为欧文签约安踏之后上脚的第一个鞋款，它现在的价格依旧是高的没法看，很多配色还出现了严重的溢价情况。除了高人气的代言人之外，球鞋本身具备够硬的实战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现象级的中底重心让它拥有了极致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双非常极致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兼具的这么一个鞋款，那这双鞋绝对就是你今年的最优选择。而且它还拥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强度表现，不管是什么强度的球局，它都可以轻松应对。最难得的一点是它在拥有极高鞋身强度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不管你打球的水平怎么样，你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它。但是这一双鞋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你了。它的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高，打室内的木地板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用来打外场，它的缓震可能就没有办法令你满意了。如果你平时打室内比较多，对于缓震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买鞋的预算又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值得一试。但是如果要加价的话，我并不推荐。如果你觉得狂潮5 Pro 太极致了，你不需要这么贴地的一个中底，那你可以选择狂潮5的普通版本。虽然在整体的用料方面跟 Pro 版本相比确实差了不少，但是普通版的整体体验也同样十分出色。出色的包裹，优秀的中底调教，这应该是近几年里面安踏旗下最为出色的一款中端外线鞋款。虽然它没有狂潮5 Pro 那么极致的场地感和反应性，但是它的适配人群会更广一些。我本来想把这一双鞋放在全能鞋款的榜单里面，但是考虑再三，我还是觉得它会更加适合外线球员去进行选择，尤其是比较依赖爆发突破的球员，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它不到400的价格，说它是一双口粮鞋，一点也不过分。这一双鞋除了它的鞋垫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明显的缺陷，在300到500这个价位段没有太多的对手。那如果你不是那种吃爆发突破的球员，更多的还是靠节奏或者是投射偏多的球员，那在这个价位段拿出闪击石，绝对无人能出其右。闪击石在这个价位段的外线球鞋当中，应该是球员适配范围最广的一双篮球鞋，没有之一。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球员都可以选择它，并且都能够得到比较不错的穿着体验。这一双鞋的穿着体验可以归结为2个字：舒服。出色的脚感加上恰到好处的包裹，不管是谁穿都不会觉得它垃圾。再加上它够用的强度以及不错的缓震，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鞋款。如果你是偏外线打法的球员，想不好到底要买什么鞋，选择闪击石，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变向党，它的鞋面可能没有办法令你满意，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一个鞋款，就是361度的燃战 ISO。燃战 ISO 其实跟其他几个鞋款相比，它并没有什么特别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一般，但是它前掌在突破时那种往内侧去引导的那种感觉，是其他鞋款所不具备的。穿上这一双鞋之后，你会更有变向的欲望，再加上它出色的整体刚性以及鞋身强度，爱变向的兄弟选择这个鞋款一定不会错。不过它的整体跑动感受相对来说比较一般，还是更加适合打半场比较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打
全场的话，它的跑动感受也许不能让你满意。再接下来两个兄弟鞋款，李宁的808 3代普通版和它的大哥 Ultra。经过了808 2代的糟糕表现，这一次的3代不管是哪一个版本表现都非常出色，两双鞋的抓地力都非常拔群，并且场地感、反应性也都是顶级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更极致一些的场地感和反应性，普通版本一定会是你的菜。而 Ultra 版本虽然没有普通版本那么的极致，但是它在拥有优秀反应性和场地感的同时，会比普通版本有着更好一些的脚感以及缓震。但是这两双鞋由于鞋帮高度都非常低，并且还有着极为出色的抓地力，对于球员的脚踝力量要求会比较高一些，这一点你在购买之前必须要考虑清楚。还有一款跟他们存在着同样问题的一双后卫鞋，就是库里11。虽然库里11跟之前几代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提升，但是在后卫鞋里面，它依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鞋款，出色的抓地力，优秀的中底跑动感，轻质的重量，拔群的反应性和场地感，一双优秀后卫鞋所需要的东西，在库里11身上你都能找到。但是糟糕的耐用性依旧是它最大的缺陷。Flow 科技的使用就注定了这一双鞋只能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而且和808 3代一样，极致的抓地力加上极低的鞋帮高度，对于球员的脚踝力量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在购买之前就去考虑清楚的。再下面一双来自 SPO 的 Player One Plus， 虽然对于 Game 这一个系列的做法，我对这个品牌直接粉转黑，但是不得不说 Player One Plus 这一个鞋款还是值得认可的。在使用速度鞋垫的状态下，它的场地感出色，反应性优秀，再加上它出色的包裹以及足够应对高强度实战的鞋身刚性，都足以让它定位为一双出色的外线鞋款。但是1000元级别的售价放在现在整一个篮球鞋市场上面，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值。当初我在刚穿到这一双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双鞋就它1000元的发售价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原价就特别值。因为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已经很久没有穿到过这么棒的后卫鞋了。但是在狂潮 Pro 出现之后，我觉得这 Player One Plus 也就不过如此。而当 GT Cut 3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一年里面所有我穿过的篮球鞋全都不过如此。我的年度红榜外线鞋款当中，最后一双来自耐克的年度团队旗舰 GT Cut 3。其他的鞋款，如果你要让我去排序，我可能会纠结很久。但是你要问我这一年里面哪一双鞋最好穿，一定就是它。GT Cut 3这一双鞋极致的鞋脚一体性以及中底的力传导，是我在其他任何鞋款上面都没有体验到过的。那种起跳时脚底下的过渡，让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纵向丝滑，是真的滑，比18岁的少女肌肤还滑。有一些东西用言语很难去表达，相信我，如果你是一个跑跳型的外线球员， GT Cut 3你一定会喜欢，而且是那种喜欢到惨的程度。 OK， 这就是我2023年穿到过所有的篮球鞋当中我比较推荐的一些外线鞋款，基本上每一个打法，每一个价位段，今天上榜的鞋款都能够做到全方位覆盖。受篇幅所限，没有办法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去细致的聊每一个鞋款的实战感受，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先去看看我对应鞋款的详细测评，再决定最终是否要进行购买。Right？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